老一辈的人说，勤俭持家的男人最好。我告诉你，这话只对一半。节俭是美德，抠门是病。一个男人如果抠门，他抠的不是那几块钱，他抠的是自己的命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男人？收入差，但对老婆抠，对朋友抠，每一块钱出去都要算计，都要在心里过3遍。你以为他只是节俭？我告诉你，大错特错。抠门的男人心里藏着3样东西：恐惧、凉薄、狭隘。今天我就一样一样讲给你听。第一样东西，恐惧。抠门的男人10有8九内心都藏着恐惧。他不是没钱，他是心穷，心里有个洞，多少钱都填不满。我讲一个人，和珅，清朝乾隆年间的军机大臣，富可敌国，聚敛的钱财估约8亿两白银，相当于清朝15到20年的财政收入。他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。可这个人从哪里来的？和珅3岁那年，母亲难产去世；9岁那年，父亲也病死。他和弟弟寄人篱下，靠着父亲生前的一点关系勉强维持。9岁的和珅有一天晚上躲在被子里哭，他不敢出声，怕被人听见。他咬着自己的手，咬到出血，才把眼泪憋回去。那个时候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我一定要变强，我一定要有很多钱，这样才没有人敢看不起我。这颗种子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，但树长歪了。和珅很聪明，他学满文、汉文、蒙文、藏文，考进咸安宫官学当时最高级的学校。25岁那年，他在乾隆面前一字不差地背出《论语》的出处。乾隆看了他一眼，这一眼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从那天起，和珅开始往上爬，侍郎、尚书、军机大臣，他爬得很快，快得让人眼红。但他爬得越快，心里越怕。他怕这一切是梦，怕有一天醒来，发现自己还是那个9岁的孤儿，躲在被子里咬着手哭。这种怕叫做恐惧。恐惧让和珅开始抠门，不是对自己抠，是对所有人抠。他聚敛钱财不是因为需要，是因为害怕。他每拿到一笔钱，心里就踏实一点，但这个踏实很快就消失。于是他再拿8亿两，就是这样堆出来。他怕到什么程度？连睡觉都要在枕头底下藏一把刀。他怕乾隆死，怕皇帝变心，怕政敌攻击。他怕到什么都不愿相信，什么都要抓在手里。乾隆60年，乾隆退位，嘉庆继位，但乾隆还活着，还是太上皇。和珅继续当他的军机大臣，继续聚敛，可他心里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。每天晚上梦见自己变回那个9岁的孤儿，被人赶出门，被人嘲笑，被人踩在地上。嘉庆4年正月初3，乾隆驾崩。和珅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他知道完了。嘉庆皇帝等这一天等了4年。乾隆死的第2天，嘉庆就下令削去和珅所有职务，逮捕入狱。正月13，公布罪状20大罪。正月18，赐和珅自尽。从皇帝驾崩到赐死15天，从天堂到地狱。抄家的那一天，官兵进入恭王府，所有人都傻了。黄金、白银、珠宝、玉器、字画、古董堆满了每一个房间，清单列出来密密麻麻几十页，但和珅本人已经不在乎了。他被关在狱中，等着那一条白绫。49岁，正值壮年，但头发全白了。他写了一首诗：百年原是梦，
念宅枉劳神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他抠了一辈子，抠的是一场空。刺死的那一天，太监送来白绫，和珅看着那条白绫，突然笑了，说：“我这辈子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安心。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反而安心了。”他站上凳子，把白绫挂在梁上。那一刻，他想起了9岁那年，躲在被子里咬着手哭的夜晚。他想起了那颗种子，那颗叫做我一定要变强的种子。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结出的果实叫做贪婪。贪婪的尽头是一条白绫。他踢开凳子，身体悬空。他抠了一辈子，最后连一根绳子都带不走。这就是恐惧的代价。你身边也有这样的男人。我认识一个人叫李强，月入3万，在一家外企做经理。他对老婆抠到什么程度？老婆想报一个瑜伽班，他一听要2000块，说你在家练不行吗？网上视频免费。老婆想换一部手机，旧手机用了4年，卡得不行。他说还能用就再用，手机就是打电话。他自己呢，花1000块买游戏皮肤眼都不眨，请兄弟喝酒一顿500不心疼。他对老婆抠，不是因为没钱，是因为心里怕。怕什么？怕老婆花多了，自己会没钱。可他月入3万，2000块的瑜伽班能让家里破产吗？不能。他怕的是掌控感，怕钱不在自己手里。这种恐惧让他把老婆当成了敌人，每花1分钱都要审查。他以为他在审，其实他在把老婆往外推。心穷的人，钱再多也治不好。怎么判断一个男人是节俭还是抠门？我讲一个对比你就明白了。曾国藩清朝末年做到1品大员，封侯拜相，手握重兵。他对自己抠到了极点，每餐只准1个菜，穿的衣裳是夫人亲手织的粗布，住的房子比很多富商还简陋。但他对亲友、对学生、对家人从不抠门。亲友有难，俸禄拿出来救济；学生进京赶考，盘缠不够，他贴钱资助。他在家书里说：“俭以养廉，直而能忍。”他抠的是自己的欲望，不是对人的义气。收和珅对别人也抠，对自己倒大方，这就是差别。第二样东西，凉薄抠门的男人10有8九婚姻不幸福。因为婚姻里的抠门，抠掉的是信任和温度。女人不怕穷，怕的是被当外人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男人叫陈志远，在一家科技公司当主管，1个月收入15万新台币。结婚15年，妻子叫林美华，有一个儿子。陈志远从小家境不好，父亲是工人，母亲在菜市场卖菜。他从小就看着父母为了钱吵架，为了钱发愁。那个时候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钱很重要，不能乱花。这颗种子本来没有错，但后来长歪了，长成了抠门。结婚第3年，儿子出生了，开销大了，奶粉、尿布、医疗、教育，每一样都是钱。他看着存款数字往下掉，心里开始慌。他开始觉得不能这样花下去，要省，要抠，要控制。于是他开始管账。林美华每花1分钱都要报账，买菜回来。他要对发票，买衣服，他要问价格，出去吃饭，他要算人均。林美华一开始觉得这是为了家庭忍了，可一忍就是12年。12年里，林美华的每一天都在被抠门伤害。她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要报账，每一样菜多少钱，
陈志远都要对账。有一颗葱算错了，他要问半小时。他买了一件新衣服，他说衣柜里不是有吗？为什么还要买？他说那件已经穿了5年褪色了。他说褪色了也可以穿，为什么要浪费？逢年过节从来没有礼物，从来没有惊喜。结婚纪念日，他说都老夫老妻了，过什么纪念日？情人节，他说那是年轻人的节日。林美华生日，他说生日有什么好过的？又老了1岁。林美华一开始还会生气，还会争吵，但后来他不争了，因为他发现没有用。陈志远的抠门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，他不是在省钱，他是在防御。他防御的不是支出，他防御的是感情。他觉得感情也可以打折，可以讨价还价，可以等促销。这种凉薄比穷更可怕。穷可以一起熬，凉薄没办法熬，因为穷是暂时的，凉薄是一辈子的。转机发生在结婚第15年，那一年林美华生病了，连续发烧1个星期，吃药也不退，去诊所看了3次，医生说可能是肺炎，建议去大医院做详细检查。他回家跟陈志远说，我们去大医院吧。陈志远说去诊所就好了，去大医院浪费钱。林美华说诊所看了3次都没好，医生说是可能是肺炎。陈志远说肺炎在诊所也可以治，为什么要去大医院？大医院挂号费贵，检查费更贵，没有必要。林美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陈志远数落挂号费太贵，突然心就冷了。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他发现在这个男人心里，他连那几百块钱都不值。他的健康，他的生命，他的感受，全部加起来不如几百块钱重要。那一刻，他想起了这15年的每一天，想起了菜市场的报账，想起了没有礼物的纪念日，想起了被数落的生日。这些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把他淹没了。他没有哭，已经没有眼泪了，他只是静静地说好，去诊所。但他心里知道这个婚姻完了。后来他去了大医院，是偷偷去的，用自己的私房钱挂了号，做了检查，还好不是肺炎，是严重的支气管炎，打了几天点滴，慢慢好了。但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3天，想了3天。3天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离婚。他没有当场说等自己身体好了，等儿子期末考结束，等一个平静的晚上。那天晚上，儿子去同学家过夜，家里只有他们2个人。他做了一桌菜，都是陈志远喜欢吃的。他还开了一瓶酒，是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，放了15年，从来没有开过。陈志远很意外，问他今天什么日子。林美华说没什么日子，就是想跟你吃顿饭。他们吃饭喝酒聊天，聊儿子，聊工作，聊过去的事。陈志远很开心，觉得妻子终于理解他了，终于不再乱花钱了，终于变得懂事了。他没有注意到林美华的眼神一直在看着他，但不是爱，是告别。饭后，林美华收拾了碗筷，泡了2杯茶，坐在陈志远对面，静静地说：我们离婚吧。陈志远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说：你说什么？林美华说：我们离婚吧。陈志远问为什么？林美华没有大声，没有哭泣，没有指责，他只是静静地说：因为我累了。这15年，我每一天都在证明我值得你对我好。我证明了我会持家，会省钱，会照顾孩子，会伺候公婆。
我证明了我不是乱花钱的人。但我发现不管我怎么证明，你都觉得我不值。陈致远愣住了，他想反驳，想解释，但说不出来，因为他知道林美华说的是真的。他真的觉得那些钱比他的感受重要，他真的觉得省钱比让他开心重要，他真的觉得他不值得那些花费。林美华离开了，这就是凉薄的代价。抠门的男人十有八九婚姻不幸福，因为婚姻里的抠门是一种无声的贬低。你每抠一次，就是在告诉对方你不值得。第三样东西，狭隘抠门的男人十有八九不会有大出息。大出息需要人帮，人帮需要人心。抠门的人抠掉了人脉，抠掉了机会。我讲一个人，胡雪岩，他年轻的时候在杭州家钱庄当伙计，从学徒做起，扫地、擦桌、倒茶、跑腿。他聪明勤快，记性好，算账快。钱庄老板很喜欢他，想培养他当接班人。但胡雪岩心里有一个更大的想法，他不只想当钱庄老板，他想做大事。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？从他看人来的。他从小在街头长大，看尽了三教九流。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只看见钱，一种人看见人。只看见钱的人做不大，看见人的人才能做大。他决定做第二种人。有一天，胡雪岩在茶馆里喝茶，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角落里，满脸愁容。这个人穿着长衫，但长衫已经洗得发白。他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眼睛没有看书，看着窗外发呆。胡雪岩看了他一会儿，走过去坐在他对面，说：这位兄台，我看你面带忧色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那个年轻人抬起头说：我是个落魄书生，叫王有林，我有学问，有抱负，但没有钱进京捐官，眼看一辈子就要埋没了，所以发愁。胡雪岩听了没有说话，他看着王有林的手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你的手指节分明，掌纹清楚，这是贵人之相，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。王有林苦笑说：机会谁都缺，但不是谁都有。胡雪岩说：我有。他回到钱庄，打开账本，拿出了520两银子。这520两是他帮钱庄收账收回来的，还没有入账。他本来应该把钱交给老板，但他没有。他把钱塞进一个包袱，回到茶馆，放在王有林面前，说：你拿去进京，做了官再还我。王有林看着那520两傻了，说：我们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帮我？胡雪岩说：我看人看手，你这个人手热心热，值得压。王有林说：如果我不还呢？胡雪岩说：那不还就当我压错了。王有林跪下来磕了3个头，说：这个恩情我一辈子记得。胡雪岩把他扶起来，说：不要记恩情，记得自己要做什么就好。你做了官，为百姓做事，就是还我了。这个场景是胡雪岩一生的转折点，但这个转折点差一点让他失去一切。钱庄老板第2天就发现账对不上，查出来是胡雪岩动了那520两。老板气疯了，把他叫来，当着所有伙计的面大声骂他：你疯了吗？520两银子是你10年的工钱，这个人如果还不起，你怎么办？钱庄的规矩，动用未入账的款项是要送官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胡雪岩站在那里没有辩解，他说：我知道。老板问：你知道还敢做？胡雪岩说：因为值得，这个人我看准了，
他手热心热，以后会有出息。我现在帮他就是投资他的未来。老板冷笑说，投资？你拿我的钱投资？胡雪岩说，我拿我自己的命投资。如果他不还我，我这辈子给钱庄做牛做马，直到还清为止。老板看着他看了很久，最后说，你走吧，我不要你做牛做马，我只要你走。今天开始你不是钱庄的人，你的行李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。在门口，胡雪岩被开除了。他拿着行李站在钱庄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没有后悔。他知道这一赌，赌的是他的未来，赌对了就一飞冲天，赌错了就万劫不复。但他不怕，因为他看见的不是520两，他看见的是一个人，一个有潜力、有抱负，只是缺一个机会的人。这个机会他给了，这个人情对方会记一辈子。这就是格局。格局大的人不怕吃亏，因为他知道吃亏是福。不是说吃亏本身是福，是说吃亏的态度会带来福。王有林没有让他失望，他进京捐到了官职，从小官做起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他每爬一步都记得胡雪岩那520两。他说，这个人改变了我的一生，我这辈子不能忘。几年后，王有林做到浙江巡抚2品大员，封疆大吏。他第一时间派人去找胡雪岩，说，你来，我帮你。胡雪岩那个时候已经离开钱庄，自己做小生意，勉强维持。他接到王有林的信，二话不说去了浙江。王有林给他的第一笔生意是采办军粮，这个生意让胡雪岩赚了第一桶金。从此以后，他越做越大，开钱庄，开药店，做丝绸，做茶叶，做军火，成为晚清首富，富可敌国。他的钱庄开遍全国，他的药店叫胡庆余堂，到现在还在营业。这是运气吗？不是，这是格局。慷慨不是乱花钱，慷慨是投资人心。你对别人慷慨，别人记得你；你对别人抠门，别人也记得你。人心是活的，钱是死的。抠门的人永远只看见死的，看不见活的。讲一个对比，和珅临死前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他的妻子、他的儿子、他的门客全部散，因为他对他们从来只有利用，没有真心。他抠门不只是对外人抠，对自己人也抠。他抠的是所有人的感情，最后把自己抠成了孤家寡人。胡雪岩晚年也遭遇了大变故，他的靠山左宗棠死了，政敌立刻围攻他，钱庄被挤兑，生意被查封，财产被没收，一夜之间从首富变成破产。但他不孤独，破产之后没有人落井下石，相反，很多人来帮他，他的老朋友、老部下，当年资助过的人，纷纷伸出援手。有人给他送钱，有人给他送饭，有人帮他照顾家人。他晚年住在杭州的一间小屋里，虽然穷困，但不凄凉。他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，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不是赚了多少钱，是我帮过多少人。这些人现在来帮我，这就是报应，不是坏报应，是好报应。你对人好，人对你好，这个规律我验证了一辈子。他闭上眼睛安详地走了，这就是慷慨的终局。慷慨的人走到最后都有人陪，不是因为他有钱，是因为他有人帮，有人信，有人愿意跟他走。和珅和胡雪岩同样是首富，同样是破产，同样是死亡，但一个安详，一个绝望，一个有人陪，一个孤独。
这个差别不是钱的差别，是心的差别，是慷慨和抠门的差别。抠门的男人为什么不会有大出息？因为大出息不是赚多少钱，大出息是有多少人愿意帮你。胡雪岩如果当年不拿出那520两，他后来不会有王有林这个贵人。没有王有林，他不会有第一桶金。没有第一桶金，他不会有后来的机会。一个机会改变一生，一个抠门错过一生，这就是狭隘的代价。抠门的人抠掉的不是钱，抠掉的是可能性，是贵人，是机缘，是这一辈子本可以有的高度。讲到这里，3样东西都讲完了：恐惧、凉薄、狭隘。抠门的男人心里藏着这3样东西，一样比一样深，一样比一样狠。恐惧让他心穷，心穷的人多少钱都填不满；凉薄让他情冷，情冷的人多亲近的人都留不住；狭隘让他格局小，格局小的人多好的机会都看不见。这3样东西归根结底是一样东西，不会做人。曾国藩说：俭以养廉，直而能忍。他节俭，但他会做人，对自己严格，对别人温暖。和珅不会做人，他对自己大方，对别人贪婪。胡雪岩会做人，他看见别人的需要比看见自己的口袋更重要。陈致远不会做人，他看见钱的重要比看见妻子的重要更重要。抠门和节俭差在哪里？差在这里，节俭是我知道钱重要，但我知道人更重要。抠门是我只知道钱重要，我不知道人更重要。一个会做人的人不会抠门，因为他知道钱是工具，人是目的。你把工具当目的，你就会抠门；你把目的当目的，你就会慷慨。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你对人好，人对你好，你对人抠，人对你抠。这不是报应，是规律。就像你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。你种慷慨，结人脉；你种抠门，结孤独；你种温暖，结幸福；你种凉薄，结离散。这个规律谁都逃不掉。那抠门这个病能不能治？能治，但要治对地方。很多人以为抠门是习惯问题，改一改花钱的习惯就好了，错了。抠门是心的问题，心不打开，习惯改了也没用。你今天强迫自己多花一点钱，但心里还是在算计，还是在防御，还是在看对方值不值得。这不叫慷慨，叫表演。表演的慷慨比抠门更伤人，因为你让对方以为你变了，但你没有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男人，被妻子骂了，被朋友嫌了，下定决心要改。改什么？改行为。他开始主动买礼物，开始请客吃饭，开始说一些暖心的话。但每一次花钱之后，他脸上都有一个表情，那个表情叫做我已经在吃亏了，你要感谢我。这个表情，妻子看得见，朋友也看得见，看见了，比他不买礼物更心凉，因为这说明他骨子里还是觉得你不值这个钱，他只是在忍，不是在给。真正的慷慨是不计算，不计算不是说不理财，不是说乱花钱，是说你花这个钱的时候，心里是开的，不是缩着的。你给妻子买一件衣服，你想的是她穿上好不好看，不是这件衣服值不值这个价。你请朋友吃饭，你想的是大家吃得开不开心，不是这顿饭人均摊多少。这个心态的差别，对方感受得到，这个感受才是真正的温度。那心怎么打开？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很多人没有想到，练习感恩，不是感谢天感谢地那种空话，是每一天你认真去看你现在拥有的是什么。你有一个家，
这个家里有人等你回去，你有一份收入，这份收入让你不必挨饿，你有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还能走路，还能吃饭，还能讲话，这些东西你觉得理所当然。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，心穷的人从来不数自己有什么，只数自己没有什么和珅8亿两，他每天数的是我还需要更多。陈致远月入15万，他每天数的是这个月又多花了多少。你的眼睛看哪里，你的心就往哪里走。你眼睛看缺，心里就缺；你眼睛看有，心里就有。足的人才会给，不足的人只想抓。练习感恩还有一个更深的作用，它能让你看见别人的付出。抠门的男人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看不见别人的付出。妻子每天做饭、带孩子、收拾家、照顾公婆，他觉得理所当然。他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每一件都在消耗妻子的时间和精力，每一件都是他在给这个家，但他看不见，因为他的眼睛只看钱。他以为我出钱你出力，这就平衡了。但感情不是账，感情是流动。你看见对方的付出，对方就不会感觉被珍惜。不被珍惜的人迟早走。我再讲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规律，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，但很多人听过没有真正理解。他们以为这是说你捐钱给别人，别人就会来帮你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这个规律说的是气场。一个人把钱紧紧握在手里，他身上的气是收缩的，是防御，是拒绝流动。这个气场就像一堵墙，把所有好的东西都挡在外面，机会进不来，贵人进不来，感情进不来。反过来，一个人能够大方的给出去，他身上的气是开放，是流动的，是欢迎的。这个气场像一块磁铁，把好的东西都吸过来，不是因为老天爷在奖励他，是因为他的状态让人愿意靠近他，愿意信任他，愿意帮助他。这个道理，现代科学叫吸引力法则，但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明白了，叫天道。我还要说一件事，抠门这个病是会传染的，也是会遗传。你家里有一个抠门的父亲，你的孩子看在眼里，长大后很可能有2种结果。一种是学了父亲也变得抠门，因为他从小就被教育钱是最重要的，不能乱花。一种是走向反面，变得大手大脚，没有节制，因为他恨父亲的抠门，所以要和父亲完全相反。2种结果都不是好结果。真正的财商是在慷慨和节制之间找到那个平衡。这个平衡需要父母示范，曾国藩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在家书里写，不要让孩子从小觉得我家有钱可以不努力，也不要让孩子从小觉得我家没钱所以什么都不敢要。他要孩子知道钱是用劳动换来的，所以要珍惜。但珍惜不是抠门，珍惜是用在刀口上。什么叫刀口？亲情值得，友情值得，成长值得，善事值得，这几样东西每一样都比存款重要。你问我怎么判断自己是节俭还是抠门，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标准。你花钱的时候，如果心里有一种轻盈感，觉得这个钱花在这个地方是对的，这叫节俭后的慷慨，是健康的。你花钱的时候，如果心里有一种痛感，觉得这个钱出去了就像割肉，这叫抠门。再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花钱的标准对自己和对别人是不是一样？对自己大方，对别人抠是一种病；对自己抠，对别人也抠是另一种病；对自己严格，
对别人宽容，这才叫修养，这叫做真果幡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一个人的财富观折射的是他的世界观。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匮乏的，所以你要抓，要省，要囤，你就会抠门。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丰盛，只要你做对事，机会会不断来，你就敢给，敢投，敢放手，你就会慷慨。曾仕强先生说，易经的内核是变，不是固。万事万物都在流动，钱也在流动，你把它固死，它就死；你让它流动，它就活。活的钱才能生钱，死的钱只会越攒越少，因为它的主人心也死了。心死的人走不远，心活的人，天地都是他的路。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抠门抠的是死物，慷慨给的是活人。天道喜欢活人，不喜欢死物。你把活人抠死了，天道就把你也抠死了。这就是规律，这就是天道，这就是人这一辈子最该明白的事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男人？有的话，把这条给他看；没有的话，把这条给自己看。因为抠门这个病不分男女，心里有恐惧，谁都会抠；心里有凉薄，谁都会冷；心里有狭隘，谁都会小。看懂这三样东西，你就看懂了人性。看懂了人性，你就看懂了天道。看懂了天道，你这一辈子就不会白来。节俭是美德，抠门是病，区分清楚，对自己好，对家人好，对这一辈子都好。